黄蓉后期武功是什么水平？她能不能打过小龙女？其实，在《射雕结尾》中的黄蓉只能勉强算是一流高手。这时虽然她有一身桃花岛武功和洪七公打狗棒法在身，但她还没有把这些武功融会贯通，所以和二论时的郭靖差距还是挺大的。毕竟郭靖二论都可以和五绝争锋了，但射雕到神雕期间，她和丈夫郭靖隐居桃花岛数年，两人一同修炼九阴真经。此时的黄蓉内力水平已经很高了，论实力足以比肩一论五绝。她的落阴神剑掌和打狗棒法等更是练得炉火纯青。在有身孕状态下，还能轻松从霍都手上抢回打狗棒。后面在产后虚弱时，凭借打狗棒和智谋，依然能稳压李莫愁一筹。不过时代终究不同了，神雕时代高手辈出，即便黄蓉实力依然强劲，但遇到一些顶尖高手就相形见绌了。种种战绩和丈夫郭靖自是没得比。郭靖能在蒙古大营以1敌5，要不是杨过拖累，他应该能全身而退。而黄蓉和李莫愁两人联手，也拿不下一个公孙止。原文中描述黄蓉心理，若论单打独斗，他绝不是公孙止对手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在小龙女没有学会双手互搏前，可能他俩实力差不多，但在小龙女学会双手互搏之后，她的实力就不如小龙女了。因为小龙女一个人就能挑战公孙止，抢回解药，在重阳宫更是一打多不落下风。这几场战绩可不是黄蓉能比的，可以说这时的黄蓉和小龙女就有差距了。小龙女已经无限接近神雕五绝高手水平，而黄蓉实力加上智谋，也就是一流巅峰的水平，还远远达不到绝顶高手这种层级。因为这些年她相夫教子，大多是坐镇家庭，让郭靖没有后顾之忧，武功确实疏漏了不少。在神雕末尾绝情谷一战就可以看出，当时周伯通一灯大师车轮战金轮法王，在双方的掌力刚锋之下，书中描写黄蓉此时根本插不上手，只能换来白雕对金轮进行袭扰，白白害了白雕的性命。如果此时小龙女在，以她这时的武功，相信是能单挑金轮的，不说战胜，至少能僵持数百招。所以后期黄蓉论实力，即便她的硬实力加上智谋阵法等，依然是不如小龙女的。